调停俄乌之战，法国携手中国定下谈判的具体时间，和平希望终于出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不枉中国对他的热情招待，马克龙确实是个好样的，这才回国没多久，就打算携手中国办大事了。随着他对俄乌战争态度的转变，这场持续了1年多的战争到底何时迎来和平？如今终于出现了一丝希望。针对法国马克龙打算与中国一起构建俄乌谈判基础的行为，外交部近日做出了正式的回应。发言人表示，中方支持欧方从自身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，推动尽快重启和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法国这次除了打算调停俄乌之战，还定下了谈判的具体时间。在他们看来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那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今年夏天就能重启谈判。从之前否定欧盟为乌克兰提供2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，到现在希望携手中国调停战争的态度，我们不难肯定，法国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。如果法国可以承受来自欧盟内部的巨大压力，并最终切断与乌克兰的援助，那无论是对乌克兰还是对美国，将都是一场灭顶之灾。没有了来自欧盟国家的援助，拜登和泽连斯基又能撑多久呢？对于当下的乌克兰而言，之所以还能够继续战斗下去，主要是依靠外来的援助。当失去了这些援助之后，泽连斯基想要和俄罗斯打下去，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现在就看马克龙能不能搞定其他欧洲国家了。对于调停俄乌之战这件事情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其他欧洲国家的态度很模糊，所以外交部给出的回应是欧方，而不是只有法国。之所以要特意点出欧方，主要目的就是想提醒他们，不断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以及武器援助，这并不是欧洲国家的长期利益，而是美国的长期利益。俄乌之战这才持续了1年多而已，能源、难民再加上对乌克兰的援助，这3座大山就压得欧洲喘不过气来。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，那处在战争阴霾下的欧洲未来必将更加的困难。至于要如何变得不困难，中国已经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了，那就是推动俄乌双方尽快重启和谈。只有局势恢复到以往的平静，欧洲各国的长远利益才能得到保障。如果让美国这个无赖在这里继续胡闹下去，将战争拖得更久，那欧洲的明天会是怎样的呢？谁都不敢保证。经历了1年的战争陪跑之后，在今年的1月份，欧盟这个整体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 8.5% 这个位置，倒闭破产的企业同比增长了 26%。由此可见，俄乌战争受伤最深的除了2个当事方之外，就是欧洲国家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唯有积极调停俄乌之战，才能及时的挽回损失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